Hello，大家好，今天来分享一个简洁易用的手绘风绘图白板工具，它的名字叫做 Excalibur，它是在线工具，并且是免费，不需要注册的。今天视频的封面也是使用这个工具来制作的，而且今天的整个介绍的稿件同样也是在这个工具里面来绘制的。以前我也用这个工具绘制了很多期的视频封面，整体的这种风格还是挺不错的，虽然视频的播放量不怎么高。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这个工具。今天主要会介绍关于工具的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它的基础使用的介绍。第二方面就是关于这个工具相关的个人素材库以及公开的素材库的用法。第三部分就是它的多人协同的功能。第四部分就是最近加入的 AI 纹身图的功能。第5部分就是它的相关的开源生态。下面我们就来去介绍一下关于它的基础使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工具的布局非常的简洁。正面的最上方它是有了一排这样的工具，这也就是我们的基础图形工具。比如说这里是有从1一直到0，我们可以通过键盘上面的1、2、3、4这样的数字键来去切换。比如说我们切换到3的话，这样我们一绘制就可以绘制一个菱形这里有矩形菱形圆以及这个用线段自由的去绘制一个闭合的这样的一个图形的功能，以及一个手写的一个功能。同时我们在这个工具的左边的面板，在我们点击一个图形的时候，它也会弹出来一个风格的控制面板，我们可以去改变它的这个填充的风格以及边框甚至它的这个到底要不要手绘风格，或者是最原始的这种直线型，都是可以更改的。以及它的透明度，这是关于它的绘制风格的控制面板，也是比较简洁的下面我们就来去看一下关于我们在绘制完图形之后，这个文件它的一些保存的格式或者是导出的格式。如果我们是直接去把它去保存的话，它就会我们如果是我们这里可以选一下另存为，我们是可以去把它保存到本地的。保存在本地的话，它就是以它的名字为结尾，会有一个类似于 JSON 文件的一个文件格式。同时我们也可以去通过这个左边的这个按钮，也可以去把它导出成图片。这里我们也可以去选择对应的格式，都是可以的，以及去配置这个就是关于它的一些基础的使用。下面我们再来去看一下关于这个图形素材库方面的介绍。我们先来去看一下怎么去使用一个别人发布在公开素材库里面的素材。我们这里可以在右边的这个Library 这个按钮点击一下之后，可以看到这是我之前就添加的一些公开的一些素材，我们可以直接就从这里来去拖动进来。而且它这个素材库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是一个整体，拖动进来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对每一个它的类似是它的绘制的原始文件，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原始绘制的文件来去更改它的所有的这些比如说文字呀之类的都是可以的，或者是它的图形的这种风格或者是它的边框等等都是可以的，以及它的透明度它这个素材库的导入是一个原始文件。如果我们要去浏览它的官方的素材库的话，我们直接去点这里的最下面这个浏览的这个按钮，就可以来到这个它的素材库的浏览界面。我们也可以去做相关的，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这里去搜索一个Linux，它可能就会出来了一个 Linux 相关的这些一个素材库，直接去点击 add 去增加，它就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素材库里面了。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拖动进来。这是一个安卓的一个绘制的图标，我们也可以去改一下这里面的它的风格呀，都是可以的，还是挺不错的。下面我们再来去介绍一下怎么去制作一个素材库。比如说像这里是这个图片，这里是一个图片，就是我从 B 站上面截图的一个一键3连的一个截图。下面是我自己来去绘制的对应的素材图标可以看到是比较粗糙的，但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演示一下自己怎么来去制作一个个人素材库，或者是把它发布到公开的素材库里面。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因为我之前已经录了一遍视频，但最后发现视频没有开录制按钮。其实这是我的第2遍录制视频。我们这里可以先把之前我第1遍录制的给它删掉。我们在这里用这个软件绘制了下面这几个素材。我们可以找一个素材来看一下，比如说这里没有点收藏的这个收藏的按钮是这样一个空的，实际上就是几个线段组成的。我们就拿这3个素材来做例子。如果我们想把它保存为个人素材库的话，我们就选中某一个按钮，它有可能里面有多个元素，你就用这个框选把它当成一个素材，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加号的一个按钮，我们点击这个加号，
它就会添加到这个个人的素材库里面。然后我们再点击选中这个投币按钮，然后再点一下加号，再选中这个收藏按钮，点一下加号。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几个3个按钮就已经添加到这个个人素材库里面了。然后我们再去全选一下，再去点一下加号，它就会把这3个作为一个整体，相当于是一个1键3连的一个素材。这样我们就有了这样4个素材的图标。然后我们去在这个素材的最上面去点一下这个勾号，然后点这个3个点，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它保存到本地，作为我们的个人素材或者私人的素材。我们这里给它命名为哔哩哔哩 icon，OK，这样的话它就会是保存在本地了。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刚才保存的这个结果，它里面的文件大概就是一个类似于 JSON 文件的格式。保存在本地之后，如果我们要去使用的话，我们就直接去 open 对应的素材就可以了，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去在选中这些素材之后，把它发布到这个网上，让大家更多的人来去使用。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最后这个发布按钮，它就会出来一个弹框。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我们按照这些填写信息，填完信息之后，我们点击这个提交按钮之后，它是不是立即被发布的，它是到了GitHub 上面的它的素材仓库的 PR 里面，然后经过这个素材库的维护人员，他去看到之后，如果你的素材不违反相关的规定的话，他就会把你给合入官方素材库。这里也要注意一下，它这里是有一个素材相关的指导的一些建议的，我们在发布自己的素材之前是需要去简单去看一下的。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素材是 MIT 这个开源协议的，就是发布之后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免费使用的，注意相关的授权的这个 license 相关的东西。这就是关于这个工具的一个公开素材库或者是制作素材库以及发布素材库相关的。下面我们再来去看一下关于这个共享和多人协同的相关的功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右上方这里有一个 share 的一个按钮，我们点击之后它会有2个按钮，一个是开一个 session， 大家可以共同协同来创作的一个按钮，还有一个就是导出一个链接，就是别人是只读的，只能看到你的绘制的结果，但是不能修改。下面我们来就演示一下这个多人协同的功能，去点一下这个 Start 这个按钮，然后这就相当于创建了一个绘画，然后我们把这个链接分享给别人。这里我就分享到我的平板电脑上面，来演示一下在这个白板空间或者这个绘制空间里面的一个多人协同的一个情况。我在平板上面去打开了这个分享的按钮，看到上面有2个人的一样的标志，它是一个绿色的。然后我在平板上面是可以去直接来去操作的。比如说我这里去移动这个光标，可以看到在电脑上面也是看得到的。比如说我在平板上面去绘制一个图形，我在这里去绘制一个图形，电脑上面同时也是能看得到的，而且能看到是哪一个协作者来绘制的。我们再去写一下文字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写一个 Hello World， 这个就是一个大概它这个工具的一个多人协同的一个演示。下面我们就来去看一下最近它新添加的 AI 相关的纹身图的功能。这里我先把以前给生成的图给它去掉。这个上边工具栏的最右边有一个 AI 的一个小标志，我们点击这个文本去生图，然后给它一个提示词，然后它就会帮我们生成一个图形。比如说我们这里让这个 AI 帮我们生成，比如说这里我们输一下，帮我生成一个 LL 数的LL 旋转图形。OK，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生成按钮，等大概个3、4、5秒左右吧，它应该就能给出一个结果。但这给出的这个结果没太看懂先不管，先插入。总之就是这个 AI 功能就是我用的也不多，这个就是 LL 型吗？这个绘制的感觉有点乱呀。先不解读它的这个了，就是它能应该也算是一个 beta 版本吧，一个初步的一个纹身图的一个功能。这样就是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生成出来的风格也还都是这种手绘风格。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工具它的开源相关的生态。就像这里它的代码是在这个 GitHub 上面发布的，目前已经有了70多 K 的 star， 而且好像是很多笔记相关的软件或者一些什么文本管理的一些软件都使用了这个绘图工具作为他们那个更大的那个工具的一个绘图插件。所以说这个工具目前还是挺不错的。这里可以看到它是这个用 TS 来去实现的，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去集成到自己的相关的工具或者系统里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那个素材库。其实这个素材库我们刚才其实已经看过了，这个就是它的所有人发布的素材库的一个仓库，也是在这个 GitHub 上面托管的，在这上面都有相关的介绍。点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你发布的素材被接收的话，就会在这里能看到你的这个素材。
这是它的素材库仓库，以及它还有一个VS Code 的一个插件，这里写错了，是一个插件，它有一个 VS Code 的插件，我们可以去到这个上面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这里我们直接在这里我是之前也搜索了，就是可以看到它是有在 VS Code 这个上面，它是提供了一个这个工具的插件的。安装这个插件之后呢，我们再去点击我们保存的以这个工具为结尾的它的原始的文件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在 VS Code 里面生成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界面，并且我们也是可以去改的。比如说这里我们改一下背景，OK， 都是类似，就是可以直接来操作的。这就是一个它的 VS Code 里面的这个一个插件的一个介绍。最后今天关于绘图白板工具的介绍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你们都在用哪些工具呢？